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媒体朋友们，以及线上观看直播的朋友们，欢迎来到2024腾势汽车科技日暨腾势 Z9 GT 预售发布会。打造世界级豪华汽车品牌，是中国汽车人的共同梦想。掌声有请比亚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先生登台，分享腾势汽车在过去14年里打造世界级豪华品牌的思考与见解。有请王总。各位嘉宾、媒体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王传福，欢迎大家来到腾势的科技日的现场，很开心呢，能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腾势的故事。说起造车新势力，大家第一反应就是魏小李，但从实践上来讲呢，腾势其实是中国汽车史上第一个专注新能源的豪华品牌，也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个造车新势力。2010年呢，是中国车市特殊的一年。在这一年呢，新能源汽车被国务院列为7大战略新兴产业之一。国家新能源支持政策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在全国呢普及推广。中国汽车开启了新能源时代的序幕，腾势的故事呢也由此开始。车市的蠢蠢欲动，一大批100年历史的老牌企业嗅到了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机会。燃油车的发明者奔驰呢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的新能源汽车刚起步，没有一个成熟的新能源汽车品牌，更别说新能源汽车的豪华品牌。比亚迪呢是当时全球唯一一家拥有3电核心技术的车企。奔驰呢作为最成功的豪华品牌，也瞄准了豪华市场。我们都想突破这一个市场空白，在同一个目标下，我们和奔驰一拍即合。当时呢，我们对这件事情呢抱有比较大的期待，和奔驰经过几次的磋商，签署了合作备忘录。2010年的7月份，世界上最老的汽车公司与世界上最年轻的汽车公司一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新能源豪华品牌，也就是中国第一个技术性合资的公司腾势。双方呢各持股50%，就这样呢，中国第一个凭借技术取得了对等话语权的合资车企正式诞生。在传统的中外合资车企里呢，一般都是中方负责代工，外方呢提供技术和零部件，而腾势呢融合了比亚迪完整的3电技术和奔驰卓越的整车开发能力。这种技术合作模式呢，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技术对等。中方呢能有这样的话语权，在当时的汽车行业绝无仅有。谢谢。经过2年的打磨呢，我们和奔驰正式推出了腾势品牌，把奔驰的传统豪华和比亚迪领先的科技融合，开创了独一无二的豪华体验。作为比亚迪和奔驰的孩子，可以说腾势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出生的品牌。这个腾呢起得够早，也起得够足。当时呢，大家心里都憋着一口劲儿，但呢还是被现实捶打。10几年前呢，国内电动车的气候呢尚欠气候啊，别说当时售价30-40万的纯电动车腾势300，很难吸引消费者的购买。就算是一台10几万的电动车摆在消费者的面前呢，大家也会望而却步。因此呢，我们提出了插电纯电2条腿走路，以适当的适应当时新能源发展尚未成熟的市场。没想到呢，在路线选择上，我们和奔驰双方也有一些差异，并且呢，腾势当时的产品呢，主要在奔驰的店里销售，
品牌的认知呢，并没有建立起来。大家其实并不会过多关注腾势，因为认知的滞后、路线的差异和渠道的错配，导致腾势的发展呢充满了艰辛和曲折。我们许多路子都试过，也一度无法扭转市场。截止到2021年底，8年的时间，我们累计亏损了近50亿元。我当时呢也很怀疑，不断问自己：中国人的豪华汽车梦，真的就此沉没了吗？随着时间的发展呢，大家对新能源的接受度与日俱增。我们看到了，在中国市场发展新能源豪华品牌的机会来了。我们还是决定要坚持做下去。因此呢，在2021年的12月份，我们把比亚迪在腾势的股比呢，从50%提到了90%，也由此展开了对腾势技术和产品的全面换新和渠道的独立运营的改革。不是通往梦想的路太远，而是中途放弃的人太多。就像《中庸》里说的：“择善固守，择善固逐。”我们坚信呢，这条属于中国新能源豪华汽车的路是对的，我们一定要走下去。谢谢。2022年5月份呢，腾势推出了首款豪华的 MPV 腾势 D9， 发布了插电、纯电2个版本，凭借精准的产品的定位和领先的产品力，赢得了用户的信赖和选择。腾势 D9 呢，这1年多的销量可以说是不负众望，超越了传统豪华品牌，成为2023年 MPV 全市场年度的销量冠军。事实证明呢，只要方向对，有勇气，肯投入，总能走出一条路来。成功换新后的腾势，成为了比亚迪汽车品牌矩阵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向下承接了王朝海洋与方舟豹的相互支持，向上托起了仰望。随着品牌的不断发展，现在呢，腾势全国的直营店已经有380多家，覆盖了100多座城市。今年呢，我们开启了直营加经销商双渠道的模式，启动了腾势渠道对外招商，欢迎更多的经销商朋友呢加入腾势品牌。独立且开放的渠道，让我们跟一批豪华品牌的用户有了更深的交流和接触，也让我们更了解大家想要什么样的豪华产品。这些成绩的背后呢，首先要感谢奔驰的鼎力支持，让腾势自诞生起呢，便带着豪华的底色和基因，让我们得以吸取豪华品牌建立的宝贵经验。在这里呢，掌声送给奔驰。我们更要感谢自己对长期主义的坚守，让腾势汽车焕发生机，让中国新能源的豪华梦想呢得以延续。腾势的阶段性的成功，也让我们开始思考，新能源豪华这条路走通之后，到底怎样才能走得更顺、更稳？我们发现呢，如今的汽车市场格局下，新能源豪华品牌要给出不一样的答案。新能源豪华品牌必须找到自己的独门秘诀。传统豪华呢看车标，新能源豪华呢看技术。20多年来，比亚迪一直坚持技术研发，目前呢拥有11大研究院，超过10万名研发人员，是世界上研发人员最多的车企，也建立起了自己的技术鱼池。天神之眼、云辇、双枪超充，都是我们手搭在腾势车型上的黑科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技术让腾势更腾势。谢谢。技术鱼池的强势赋能，巩固了腾势在新能源豪华车阵营中的技术话语权和品质的话语权。中国人用自己的技术让豪华品牌有了新的定义。但在如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腾势还需要打造专属的技术护城河，
如同仰望有易四方。作为新能源时代的豪华品牌，腾势必须有一套专属于自己的技术架构。易三方与易四方同是多电机的解决方案中的领先突破，叫法相同，却各显神通。腾势整合了易三方、云辇以及天神之眼全站自营的自电融合技术，组成了腾势专属的自电融合的构架，成为整车智能的完美的载体。整车智能才是真智能，没有整车智能，就像没有打通任督二脉，也练不成真功夫，再好的功夫秘诀都是废纸。为了把卓越的体验带给更多的用户，比亚迪从底层构架上进行全面创新，找到了3电机动力的解决的最优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我们为腾势量身打造的专属的技术平台易三方。易三方呢是全球首个整合智能控制技术平台，能够同时实现3个独立电机驱动与后轮双电机独立转向，作为比亚迪整车智能的又一突破。易三方为用户带来了超安全、超灵动、超智慧、超澎湃的豪华出行体验。安全呢是电动车最大的豪华。易三方能以全球最快的车速通过麋鹿测试，并且呢在雨雪等恶劣天气下增强了稳定性，轻松地实现了紧急避险。而在高速爆胎时呢，也能让车身迅速稳定，以确保安全。在易三方的加持下，我们的刹车距离呢能缩短到32.6米。有了易三方，我们的刹车不慌，雨雪不滑，爆胎不怕。谢谢。在安全的前提下，易三方的灵动智慧让驾驶者更优雅、更从容。3秒级的100公里加速，极致的转向，独特的楔形功能，都能让驾驶者易如反掌，享受超澎湃的驾驶乐趣。全球首创的易三方泊车，也能极大地缩短了泊车的时间，提升了泊车的效率。年初的梦想日，我们正式发布了整车智能战略。比亚迪呢一直非常重视智能驾驶，无论是团队规模还是研发能力，都稳居全球第一梯队。我们自研的车载计算平台，更成立了专门的感知实验室，组建了端的大模型团队以及 AI 超算中心，持续在自驾领域加码投入。截至今年的7月，我们在 L2 级搭载量呢已超过350万台车。这是因为用户的选择和反馈，让我们的车越开越好开。在探索自驾的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不同级别的自驾版本，在不同的车型上量产搭载。腾势品牌呢也将全系搭载最高级别的自驾。腾势 Z9 GT 呢将搭载天神之眼，也是比亚迪首款整车自电融合端算法的车型。自驾越来越拟人，为用户打造安全、舒适的自驾体验。今天呢，易三方将首搭载腾势 Z9 GT 这款车上，以自电全开之势，为用户带来车、身、心3位一体的感官的新豪华。我们相信呢，有了易三方的加持， Z9 GT 呢将为用户带来独一无二的自驾的新体验。敬请期待。不少腾势的车主跟我说，开中国豪华车有里子也有面子，我真的觉得很高兴。腾势呢已经成为众多主流家庭和成功人士的首选的座驾。如今呢，随着新能源的爆发式的增长，中国豪华品牌正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7月份呢，新能源车的渗透率首次突破了50%，新能源车真正成为主流。我们还发现呢，新能源已经成为豪华市场扩容的主力军。中国品牌在豪华市场的渗透率正在加速提升，但相比整体市场，豪华市场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可见呢，中国在豪华市场
大有可为。国内市场我们势头正猛，但放眼全球呢，豪华市场还被老牌燃油车所主导。虽然中国品牌已经有了一点成绩，但还远远不够。我们深知呢，实现中国豪华汽车的路还很漫长，坚持走下去，一定要看到曙光。正如华为在高端手机市场站稳了脚跟，大疆在全球无人机市场一马当先。中国所有行业要在全球取得话语权，都应该做好产业高端化的布局。只有走高端化，才能助力中国品牌成为世界级的品牌。起初呢，腾势以虚怀若谷的姿态向世界学习，如今呢，腾势用卓越领先的产品向世界回答。在比亚迪乘用车出海的背景下，腾势将加速出海，不断走向世界。我们相信呢，不只是腾势，如今呢，中国汽车制造已经从产业链的优势跨越到技术链的优势，越来越多的像红旗、蓝图、蔚来、理想、问界、阿维塔等中国豪华品牌不断在世界崭露头角，共同推动中国汽车在国际舞台上百花齐放。中国豪华品牌一起向世界腾势。谢谢。未来呢，我们将有信心，也有能力，与全球汽车巨头同台竞技，打造令人尊敬的世界级品牌，为增强中国汽车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注入新质力量。在全球豪华汽车市场中，中国豪华品牌一定会掀起全球新能源汽车变革的下一个浪潮。谢谢大家。中国汽车能不能定义这个时代的豪华？敢不敢打破旧的版图，踏出新的天地？我们曾经向高峰呼喊，但没有回响。山不见我，我自见山。一路上，我们听到过很多不可能的声音，不可能在无人攀爬的峭壁上拨开云雾，不可能翻越巍然不动的山丘，不可能书写下一个登顶的故事。不，因为想要一个答案，无数次计算、测试、反思、验证，把安全底线守护得更好，让科技的天花板变得更高，让未来出行预见得更远，从窄路开辟出大道，抵达边界之外的边界。我们埋头攀登，爬得有多高，世界就有多高。每一个象山形的脚印，丈量出中国豪华品牌的新高度，踏出这个时代的豪华之路。我们坚信，只要步履不停，回响就在路上。当我们向世界腾势时，世界也向我们腾势。坚守长期主义，才有机会实现中国新能源豪华的梦想。接下来，掌声有请比亚迪集团首席科学家、汽车工程研究院院长连玉波先生分享腾势汽车整车研发路线与创新成果。有请连总。尊敬的各位观众、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比亚迪的连玉波。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腾势如何打破豪华汽车的传统格局，开启自主品牌中式豪华的壮丽征程。正如王总所说，腾势品牌在创立之初就蕴含着技术和豪华的
卓越基因。腾势汽车致力于满足消费者内心对豪华车的渴望。为此呢，我们一直在思考，腾势的品牌底色应该是什么？如何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今天我们带来的答案是技术豪华。唯有耕耘技术，让创新技术成为产品的真正内核，才能由表及里，由内向外塑造合一的豪华。究竟何为技术豪华？它不是配置的简单堆砌，而是技术的深度融合。真正的技术融合，意味着要吃透单点的技术，打破系统的壁垒，融汇协同创新，将最前沿的技术和用户实际的需求相结合，让每一次的驾驶都成为尊贵而优雅的旅程。腾势汽车一步步走来，用心打造产品的体验，不断刷新着大尺寸豪华车的定义。如今，汽车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出行工具，一辆豪华车更是载着个人的梦想，对家人的关怀。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舒适性和实用性的追求不断提升，大尺寸豪华车的市场正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活力。近一年，大尺寸豪华车的销量增长强劲，展现了这一类车型的强劲势头。腾势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市场的机遇，20多年的技术积累给予了我们为中国汽车探索开路的勇气和突破创新的实力。腾势致力于用强悍的技术实力彰显品牌的豪华调性。我们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布局，在满足传统豪华的基础上，开启了技术豪华的新篇章。那么，我们如何用技术权益豪华呢？腾势通过大量的用户的调研，紧抓真实场景的使用的痛点，通过创新，使技术成为推动豪华体验的核心动力，通过技术赋能实现产品真正的豪华定义。为此呢，我们结合了比亚迪集团多年的战略积累和汽车发展的趋势，确定了腾势技术架构的4大目标：安全、灵活、舒适、智慧。下面呢，我将详细给大家介绍。首先呢，安全是电动汽车的最大的豪华，也是我们始终坚守的第一原则。我将从汽车的结构安全和行驶安全2个维度来深入的探讨。首先，结构安全就是车身结构的结不结实，要能在出现意外时最大限度的保护乘员。为了提升整车的结构安全，2022年，比亚迪首创了纯电 C2B 的技术，大幅提升了纯电动车的安全指标。2年后的今天 ，C2B 已经成为行业的主流技术路线。纯电之后，我们再引领，那么全球首创插混的 C2B， 实现了纯电和插混的全覆盖。谢谢。纯电 C2B 是电池与车身的系统性的融合，而插电的 C2B 呢，这是将排气、电池、车身的多维融合。我们考虑到插混车型动力系统的复杂性，经过多轮验证，实现了插混刀片电池的整车1/3的结构，使其在性能上与纯电的电池包等效，做到了既是能量体，也是结构体。
在确保电池安全的前提下呢，最大限度的提升了整车的碰撞安全。那么插混 C2B 的带来的这个优势呢有哪些呢？第一个是流转刚度的提升。插混 C2B 技术的应用呢，使得腾势整车相较于行业内其他混动的车型，流转刚度呢提升了32%，整车的正碰轻弱呢降低了15%，侧柱碰轻弱降低了35%，安全指标呢全面的提升和领先。作为行业内第一家量产插混 C2B 的产品，腾势呢汽车呢用时近3年，投入了1000余人，累计投入了超过10亿元。插混 C2B 的开发过程呢，创新性的采用了动态的拓扑，借助神经网络的自动旋优，那么最终形成了腾势专用的混动车身的架构。这里面申请了50多项的专利，在整车 C2B 的领域呢再创了新高。此外呢，腾势还采用了龙石高强度的车身，融入了多环状盾甲结构，分散碰撞的能量，最大程度保护乘员的安全。在用料的材质上呢，全车采用的最高强度呢达到了2000兆帕，高强度钢板加铝合金的占比呢高达了91.5%，处于行业呢领先的水平，大幅提升了车身的耐撞性和抗压性。如果说结构安全是被动安全的基础，那么行驶安全是动态安全的保障，就是通过车辆优异的操控性为安全加码，拓宽稳定行驶的边界，增强安全刹车的冗余。为了提升行驶的安全，我们针对各种极端的路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车辆标定匹配。在行驶过程中，动力系统、底盘系统作为直接执行车辆运动的意图的硬件，对于行驶安全至关重要。在腾势专属动力系统中，我们采用了多电机分布式的驱动技术，相比传统的动力总成，3电机对于动力输出的把控更均整，响应速度更迅速。更重要的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腾势 VMC 智能运动控制系统，进一步为整车的动态行驶提供了安全保障。作为车辆的运动控制的中枢，可以调取底盘、整车的实时数据，精准预测车身运动的状态，发出最佳控制的指令，协调驱动、制动、悬架、转向等系统的配合。腾势 VMC 拥有多核高性能的处理器，能够融合横向、纵向、垂向3个方向6个自由度，高效安全的处理控制请求。基于比亚迪集团全站自研的技术体系，我们能够协同控制的执行器更多，响应的速度更快，控制更精准，做到技术底座与场景开发的结合。未来呢，腾势可以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开发更多、更新、更强的个性化的功能。谢谢。例如，在面对高速爆胎这种最危险的场景时，我们可以秒级的识别响应，参与控制指令的计算和传达。各系统呢，各司其职，匀点调节悬架的高度，修正
因为爆胎而产生的车身姿态的突变。3电机进行扭矩分配，利用非爆胎轮的抓地力，提升车辆的稳定性。制动系统补偿航向偏差，减少爆胎瞬间的方向偏移，进一步降低车辆失稳的概率，缓解驾驶员的紧张情绪。通过实测呢，我们搭载腾势 VMC 的 D 级的这个轿车，爆胎后的车身横摆风险呢降低了47%，侧倾风险呢降低了57%，车身甩尾失稳状态明显改善。我们设测了高速爆胎安全刹车的最高车速达到了每小时140公里。又一次，我们创造了行业的新的纪录。谢谢。当然，除了爆胎、失稳的这样的极端的情况，我们也能够轻松地应对日常驾驶中遇到的各种场景，比如在有积水、冰面的低幅路面，轮胎单面打滑，3电机和后轮转向介入车辆的滑行和制动的过程，为行驶安全呢提供双重的冗余，可降低车身横摆的这个风险呢，降低了30%。低速行驶时呢，我们利用自主研发的雷达主动避让功能，探测障碍物的距离，通过 VMC 对整车运动的感知决策，协调后轮转向进行主动控制，减少车辆与障碍物的跨蹭的风险。在 VMC 的加持下呢，腾势车的紧急避障的能力得到了大幅的提升。那么 D 级纯电的轿车的这个麋鹿测试的这个成绩呢，成功刷新了行业新的纪录。那么测试的操控能力能够帮助用户从容应对车辆濒临失控的这个危险。如今呢，智能化的不断发展，不光能为大家带来娱乐性和便利性，也能在紧急的时刻呢守护你我的安全。腾势大增的 DMS 驾驶员降车辅助系统，可准确地识别复杂的分心场景。行业首创场景化分区播报提醒，在车内的摄像头、电容方向盘和提示音的作用下，全方位的观察、监测、提醒，实时关注驾驶员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防患于未然。Depilot 的高阶智能驾驶的系统呢，基于整车级的融合感知和自主的和我们自研的算法，以安全为核心，在雨夜80公里每小时的高速下，遇到静态车辆可实现安全的刹车。在智能车灯的创新上，腾势依旧以安全为准则，从安全出发，首先保证用户在夜晚驾驶时的清晰视野。这里也要提到我们自主研发的 IDB 的自适应大灯，拥有全行业最高的单边108分区，扩大2倍的夜间照明的范围和54%的亮度提升，各项指标呢均处于行业领先，可以带来更大的光照范围、更亮的夜间视野的亮度，更精准的避免远光直接照射前方的车辆和对方来的车，保障呢双方的安全。同时，腾势 IDB 大灯还开启了更丰富的安全功能，例如远光水动转向、
急弯不退错，更小的遮蔽宽度，每一个功能的突破都在为车灯行业定下了一个新的安全标准。灵活、方险、驾驭真豪华，让大车好掉头、好停车，在狭窄空间进退自如，是大车好开的重要的表现。其中呢，最能代表车辆灵活性的指标，那就是转弯半径。目前，腾势 D 级轿车的整车转弯半径达到了4.62米，大幅领先于行业。这张图上可以看到，腾势做到了 D 级轿车拥有20级轿车这个小车的转弯半径，一骑绝尘。我们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腾势首创了3电机驱动系统和后轮双电机独立转向的融合控制方案。这是腾势架构平台呢E3方的核心的技术。后轴的驱动双电机和分体式后轮转向的分别对左右轮的动力和方向进行独立控制。后轮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内八、外八、同向3种形态，叠加双驱动电机的贡献，大大的拓展了腾势大尺寸豪华车的灵活的边界，达到了随心而动的极致的灵活。E3方的详细的讲解呢，一会儿将由我的同事杨东升为大家详细的介绍。在这里呢，我着重的介绍一下腾势后轮双电机独立转向的系统。我们做到行业内已量产的最大分体式后轮转向的角度，可实现正负10度，合计20度范围内的后轮偏转。其次是呢，双向电机表明我们区别于其他整体式的后轮转向。左右后轮方向可分别进行控制，能够实现更加丰富的功能。后轮转向腾势新车呢全系标配。我们这一项呢创新的技术，也赋予了腾势 C 级和 D 级大车的超凡的灵活性，极向弯道一把通过，让 D 级轿车拥有20级轿车的灵活性的走位。后轮转向技术的突破呢，提升了整车功能开发的丰富性。在它的加持下呢，我们实现了5项功能的行业首创，5项功能的行业领先，为转向系统的智能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新技术的攻关呢极为困难。那么后轮转向的技术从2021年正式开始立项呢，到量产搭载，历时了3年多的时间。那么公司呢投入了研发的工程师超过800人，研发的费用呢也超过了8个亿，累计申请专利呢也超过了50多项。整个的开发过程呢，软件工程师进行了上千次的算法迭代，1900次的整车测试，7300多次的台架验证试验，累计的路试的里程呢达到了230万公里，确保了实际测量的精准的转向意图。经过无数次的尝试，最终实现了极致的灵活的转向的突破性。舒适解锁动态的新豪华。通常呢，我们将舒适划分为2个层面：静态的舒适和动态的舒适。当前呢，大家在重点挖掘静态的
感官的体验。首先就是对内饰的打造，腾势呢用心选材，实现了全车的软包覆，触感呢细腻，搭配顶级天然的真木，水晶的挡把，尽显呢尊贵，令人呢眼前一亮。同时呢，优化了座椅、空调、冰箱、车载娱乐系统的使用的体验，给乘客更高的舒适性的享受。腾势呢，以技术为豪华，既是对经典的传承，也是对传统的突破。以车载冰箱为例，我们在有限的空间以内，能够放下前后2个冰箱，这看似简单的一个布置，实际测量呢充满了技术挑战和融合式的创新。传统的车载冰箱有车内噪音、空间布置、制冷能力弱等痛点，而我们创新性地开发了与空调共用压缩机的前后双冰箱方案。它既提升了空间利用率，又呢车内的这个禁闭性，又确保了宽温域、双温空的储物，达到了技术创新与舒适配置的完美的融合。冰箱的温度呢，最低可以达到零下6度，可以保存新鲜的食物；最高呢达到了50度，冬天可以制热。而且制冷的这个时长呢缩短了60%。更多的关于双冰箱的使用的场景呢，我的同事赵长江一会儿他会跟大家详细讲解。除了静态的感官舒适，动态的体验舒适呢挑战更大。我们迎难而上，致力于为用户带来全方位的豪华的体验。腾势汽车搭载的云联系统，使得车辆在兼顾操控性能的前提下，拥有更优秀的舒适性能。相信大家对云联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呢，腾势的云联有哪些独特的之处呢？首先，腾势云联搭载的是双腔空簧，相较于单腔空簧呢，可快速调节悬架的阻尼、刚度、高度，有效抑制车辆的刹车、起步、高速过弯时的俯仰和侧倾，使乘客在行驶过程中呢更加的平稳。除了双腔空调，座椅主动的侧翼，在主动性的打造上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腾势全球首创主动侧翼和空气弹簧的共用气泵，不但实现了更高的集成度，有效地节省了空间，还提供了更好的侧向的支撑，减小驾驶员横向摆动，使得侧翼与空簧的协同相得益彰，把人体的晃动和整车的晃动的控制进行融合的控制。同时，我们开发了 ICCT 智能舒适控制技术，从底盘软硬件、制动力、车速3个方面保障驾驶员的舒适性，实现了起步抬头改善了28%，刹车点头改善了19%，过减速带的舒适性提升了28%，带来了极致的舒适性的体验。谢谢。通过前面的介绍，大家应该不难发现，我们每一个整车研发目标的达成，都是源自多系统的紧密协作和深度的融合。这种超越单一技术，站在整车高度，
对各类系统进行灵活的调度与高效系统的能力，正是我们全站自研带来深度创新的真实的体验。全站自研赋予了我们根据腾势用户的独特的习惯，量身定制各类创新的功能和无限的可能。它使我们挣脱说破，勇于挑战，并不断探索汽车性能的极致边界。它消除了系统间的黑盒壁垒，实现了信息数据的无缝旋转和共享。最重要的是，全站自研构建了一个开放的开发平台，让我们的各领域的工程师集思广益，共同探索创新的新内涵，定义创新的新范子、新规范。懂你所想，行你所愿，腾势汽车的智慧蓝图，正是以全站自研为基石，在车与人、车与车、车与物、车与路之间构建沟通的桥梁，编织起车与世界的智慧网。智能驾驶系统 DePilot 的300，搭载行业领先的高快领航和城市领航，行业首创的代客泊车功能受到了用户的一致好评。座舱方面，我们是全球首家100%兼容安卓生态的车企，全球首创的实屏联动的功能，在整车电子电器架构的创新上，我们推出了以跨越车控平台加域控加区域控制为核心的行业首个整车一体化的电气架构，为腾势智慧呢夯实了整车的基础。安全、灵活、舒适、智慧，腾势以全站自研的实力，从整车维度为用户构造全方位的豪华的体验。我们将研发的高要求、高标准融入到每一款车型中，以产品创新诉说我们对技术革新的执着追求。腾势从全球消费者的需求出发，以最严苛的标准来定义腾势的产品边界。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腾势希望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打造自己的豪华汽车的品牌。我们既是入局者，更是成为破局者。今天站在这里，我们用我们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深厚的技术结晶，向世界发出中国汽车最强的声音，以电为笔，绘就未来的出行新蓝图。中国汽车让世界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谢谢大家。
接下来，掌声有请比亚迪集团高级副总裁、汽车新技术研究院院长杨东升先生分享全球颠覆性创新技术平台E3方。有请杨总。各位观众、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东升。接下来我将重磅介绍E3方这项颠覆性的新技术。这是比亚迪向又一技术高地发起的冲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先卖个关子。过去，比亚迪最先发起了电动化的冲锋。5月，我们发布了第5代 DM 技术，创造了2.9升的油耗神话。多年来，比亚迪通过 DM、E4方、E 平台、刀片电池等一系列的电动化技术，在经济性、动力性、安全性以及越野性能上树立了行业标杆，在电动化领域做到了极致。接着，比亚迪又发起了智能化的冲锋。今年初，我们发布了整车智能战略，带来了全新智电融合的玄机架构，成为行业首家提倡整车智能的先行者。智能驾驶、智能座舱全线出击。那么，智能化加电动化的冲锋能否产生1+1大于2的效果呢？汽车的技术高地登顶了吗？当然没有。此时，汽车的发烧友或是车辆工程学科的专家可能会说：“不会是最难的车辆运动学吧？”没错，完全正确。比亚迪就要发起向整车运动性能高地的冲锋。谢谢。优秀的运动性既能带来整车的驾驶乐趣，更重要的是能让车更安全。一切的思考源于对行车中各类安全隐患和使用场景痛点的深入调查。无论是在北方的冰雪路面，还是在南方的雨水路面，就算车技再高，车辆也很容易打滑，严重时车毁人亡。一些极端情况，比如高速行驶时，前方突发障碍物要躲避，或是在高速上发生爆胎，都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此外，窄车道掉头也让人很烦躁，反复几次才可能完成，哪怕是 A 级车都不能保证一把过。如果再遇到红绿灯，那可真是急死人了。除了行车，泊车时遇到一些刁钻的场景，无论是老小区没有划线的车位，还是路边极窄的侧向车位，或是断头路车位，都让人停得心惊胆战，甚至是直接放弃了。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究其原因，应该是集中于2点：其一，像打滑或者是转弯掉头等，是由于车辆的运动能力不足，无法完成目标循迹；其二，像避障不及时或者是泊车能力效限，不仅是因为驾驶员的开车技术不行，更重要的是车辆的运动能力也有极限。这样一看，其实2类问题都指向了运动能力不足。可能说运动能力有点太抽象了，那我先科普一下，其实运动能力就是对目标轨迹的跟随能力，也就是循迹性。我们要从驱动性、灵活性和稳定性3个维度入手。先说说驱动性。传统的豪华车大多是以后驱为主，因为车辆在加速的时候重心会后移，这样后轮的抓地力肯定就变强了，后轴配备更强的动力输出应该是更合理的。因此，在架构上，动力前小后大是追求驱动性的最佳的选择。在灵活和稳定性方面，汽车的横向控制是重点。普通的前驱车只有前轮转向，后轮是被动的跟随。想要提升横向的控制能力，前轮转向已经没有多大的提升空间了。如果后轮具备主动控制能力，则大有可为。为此，有些传统的豪华车增加了非独立的后转，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后轮的跟随能力。但是在很多的场景下，我们更需要
对左右车轮进行独立的调节，才能进一步的提升循迹性。这样，工程师的解题方向就此产生了。我们要开发一种全新的超强后动力单元，全面提升汽车的灵活与稳定性，才能保障运动性能最好。刚刚讲完了第一类的问题解决思路，现在来说说第二类。不可否认，生理极限决定了驾驶员的视野、认知或者操控水平有限，无法让汽车的性能发挥到极致。而整车通过超强感知、精准的预测、高效的执行，可以辅助驾驶员实现极致的安全和极致的操控，让极强的动力和运动性能不再是顶级玩家的专属，普通的消费者也可触手可及。因此，电动化和智能化的深度融合，能大大降低对驾驶员的依赖，也为实现极致运动性能提供了最优解。为此，如何打造整车运动性能的王者，比亚迪给出了最佳答案，那就是E4方技术平台。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详细解析一下E3方技术平台的魅力。E3方全球首创的3电机独立驱动和后轮双电机独立转向，并结合整车的智能，带给了用户安全、灵活、驾驭的体验。3个电机构成了核心的动力源，在后轮双电机独立转向的加持下，可以实现各种极限的运动循迹能力，使搭载E3方的车辆更加灵活自如。后双电机插扭和后轮双电机独立转向的完美组合，构成了超强后动力单元，提供最稳定的侧向力和纵向力，实现了整车的极致性能。E3方技术5年磨一剑，一次性的放大招。今天插混和纯电同时发布，让您无法拒绝。下面我为您一一道来。E3方由3大架构组成，它包括了插混和纯电平台的动力架构、控制架构以及整车智能架构。这3大架构共同让整车具备了安全、强劲、灵活的驾乘体验。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视频，全面了解一下E3方平台吧。
通过视频，相信大家对第三方有了整体的了解。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多的选择，设计了插混和纯电的双平台，同时汲取了第5代 DM 技术和E3方平台和一平台 3.0 优良的基因，同源开发，全产业链自主可控。为了让系统的动力、能耗指标足够先进，零部件系统必须要做到全面的优秀。纯电平台前驱电机效率高达92%，插混平台基于第5代 DM 技术，打造了腾势专属的高效 EHS 电混系统，综合的工况效率达到了92%，峰值功率200千瓦，最高的转速2万转，各项指标全部拉满。为了和E3方精准的匹配，比亚迪定制研发了插混专用的 2.0T 高效发动机，传承了多项 DM 第5代的发动机技术，压缩比高达13.4%，获得了全球 2.0T 量产认证最高热效率44.13%。同时，为了提升 NVH 表现，采用了特有的剪刀式的平衡轴等技术，整车噪声降低了11.8分贝，豪华车的标志性是静谧性得到了大幅的提升。下面隆重介绍全球首创的硬核后动力单元，后双电机总成加后双电机独立转向，并实现了插混纯电共平台，电机转速高达21000转，峰值功率高达240千瓦，系统最高效率可达91.08%，电机功率密度领先行业，可达7.6千瓦每千克。后动力单元配备后双电机独立转向，可实现全球最大的正负10度。通过2个转向电机，不仅能够实现左右后轮的独立控制，还可以实现车轮的内八和外八姿态。后电控采用了碳化硅双面燃烧结技术，效率提升至99.8%，并具备监测和预警功能，时刻掌控电控的工作状况。电池方面，纯电平台 C2B 仍然成为了标配。E3方的插混平台同样用了 C2B 电池技术，流热刚度提高了32%，电池的长寿命高可靠，通过了最严苛的针刺实验。同时配备了大功率直流快充，从30%到80%的 SOC 仅需19分钟。插混、纯电同平台的动力架构，动力综合指标近1000匹马力，3秒级的0-100加速，超强动力让每一次起跳更加充满激情。谢谢。与此同时，E3方在能耗方面也是相当的优秀，在低级豪华车中我们做到了极致。插混车的 NEDC 亏电油耗仅为5.6升，纯电车型的 CLTC 电耗100公里仅为15.8度，超低的能耗一路领先。依托全产业链的自研能力，E3方无论是插混还是纯电平台，各项指标均领先行业，在安全、动力、NVH 能耗方面表现得更加极致，妥妥地成为了首屈一指的双流一流平台。介绍完E3方的动力架构，3电机独立驱动加后轮双电机独立转向的控制架构其实更具挑战。后动力单元要完成后轮的扭矩矢量控制，实现每个车轮独立的驱动制动，让车辆具备超强的横纵向控制能力，再叠加后轮双电机独立转向，完成各项工况下的极限循迹。只有想不到，没有我们做不到。接下来为您展示一下独一无二的研发成果。对于腾势的 Z9 GT 这样一辆5.2米长的 D 级豪华车来说，转向方案如果不同，其实它的转弯能力差异也非常的大。如果用熟悉的游戏段位，我们来打个比方，仅有前轮转向的
只能算是一个青铜的小白。转弯半径呢也只有6.1米。如果前轮转向叠加3电机独立驱动，可以拿到半径5.65米的白银段位。如果仅搭载后轮非独立转向呢，那可以再上一步，半径呢缩小至5.08米，拿到的是黄金段位。那你认为5.08米的就是最小了吗？那就错了。E3方通过4轮转向和插钮循迹性的控制结合，可以再减小1.48米的转弯半径，转向能力提升24.3%，将半径进一步压缩至4.62米。同级别半径全球最小，是真正的王者段位。谢谢。同时，我们也和中国汽研合作，成功挑战了 D 级车的最小转弯半径。请看大屏幕。也正如连总刚刚讲到的，3电机独立驱动加后轮双电机独立转向的强前联合，让我们的 D 级车实现了 A0 级车的转弯半径。我们一起看看它是具体如何做到的。此外，今天我们还要首发E3方的独有功能——圆规掉头。面对断头路，很多车只能是倒出来，圆规掉头则是利用有限的空间，通过锁死单侧前轮，并控制后轮扭矩和外八的姿态，就能够以前轮为圆心，车身为半径，极限的掉头。我们通过一段视频，再看一看真实场景中有什么价值。光看视频是不是不过瘾？现场我们也来为大家表演一个，好不好？
C9 GT 的表演是不是非常的帅？还有更精彩的表演在后面。重庆著名的18道急弯，路宽仅有4.5米，最陡坡达到了60度。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是如何完成挑战的吧。牛不牛？我们将极致的转向与圆规掉头结合，让一辆D级豪华车完成了不可能的挑战。E四方还有很特别的能力，智能限行到底实用之处在哪里呢？我们再看一段小视频吧。视频中看到的对角移动、轻松脱堵，得益于后轮的双电机独立转向以及3电机插动控制的加持，限行角度可达全球最大的15度。以上和大家聊到的都是控制架构在低速场景下的表现，那么高速下场景下的表现如何呢？北方的雪厚，融雪不均；南方连雨，路面积水，车辆都容易打滑，高速风险其实更大。官方数据显示，45%的公路安全问题来源于恶劣的天气。面对这些极端情况，E3方将如何应对呢？我们分析缘由，这通常是因为左右车轮的辅佐系数不同而造成的。E3方具备了对路面辅佐系数的动态变化的纠偏能力，通过后双电机扭矩实时的主动调节，配备
后轮独立转向形成的外八、内八等等，让车辆能够在低幅和对开的场景下能够保持稳定。我们在一个专业的试车场模拟了低幅和对开的场景。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一段视频，揭晓一下E3方独有的稳定控制能力。通过视频可以看到，在极限低幅的场景下，E3方的后轮以及内八姿态下做到了超强的稳定控制，能将车辆的侧向偏移减小67%，稳定性大大的提高。这才是E3方的豪华价值所在啊！说到了汽车稳定操控性能，麋鹿测试必不可少，它是考验车辆紧急避障能力的一道必考的考题。我们和中国汽研合作完成了 Z9GT 的麋鹿测试认证，成绩非常优秀，令人激动。请大家一起来见证一下。E3方的成绩已经达到了93.6千米每小时，全球第一，是不是非常的震撼？此时我又激动了，代表比亚迪技术团队问一句：论安全避障性能，还有谁？E3方不仅具备了极致安全的操控性，还具备一键漂移的功能，让每个驾驶员都能够享受赛车手的快感，追逐赛道极限循迹的漂移。传统的漂移对于驾驶技术来讲要求太高了，需要复杂的操作，大量的练习才能做到。而我们的后双电机扭矩矢量控制具备先天性的漂移优势，可实时监测并控制后轮的漂移量，完成漂移那真是小菜一碟。我们一起看看E3方酷炫的漂移表现。
是不是看着非常刺激？说完了动力架构与控制架构，接下来介绍一下E3方的整车智能架构。王总在行业首先提出，安全是汽车最大的豪华，而整车智能则是实现安全最大的底气。E3方紧紧围绕安全设计，在玄机架构的赋能下，通过一脑两端3网4链，继续深挖电动化与智能化的协同，将整车智能进行到底。2023年7月，比亚迪发布了天神之眼高阶智驾辅助系统，软件版本也从 BAS 的 1.0 升级到 BAS 的 2.0， 实现了从2D 到3D 的感知算法升级。今年我们的智驾系统 BAS 又发展到了 3.0 阶段，采用端到端的大模型架构，以数据驱动模型进化，让车辆的辅助驾驶更像老司机。智能驾驶端到端模型已是行业的主流，但 AI 偶发的虚幻境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顾虑，因此我们在规控端也并行了基于规则驱动的类人类安全网，两网协同，保障安全。BAS 3.0 技术能力助力比亚迪今年4月成为了国内首批入选 L3 级自动驾驶准入试点的车企，这足以见证了比亚迪在智能驾驶的研发团队的技术实力。今年 BAS 3.0 已经 OTA 升级了城市领航。我们先通过一段视频，看看腾势 N7 无图城市领航在复杂道路下的优秀表现吧。在面对前方占道并线的车流的时候，腾势呢更是在我们之前判断出了车流占道的目的，提前改道越过了这个车流。来到了一段非常难的土路啊，现在正在下着雨。我靠，这个弯这么牛，两边都是草啊！你看，外面现在正在下着雨，360开始报警了，它一直在持续报警，车在自己调方向，你看它自己在调。过来了，过来了，牛！腾势 N7 遇到前方打着双闪的违停车辆，果断绕行，前面有追桶，像是能读懂指挥员的动作，哇，丝滑的躲避。在人车混杂的十字路口右转在连续的礼让行人，视野盲区这个也能看到，这个挺好的。前面遇到一个360度的环岛掉头，毫不犹豫的就进来了，转弯，一直在调角度居中，过去了，非常稳啊。前面的白车正在掉头，看 N7，完全不等，直接过来。看看腾势 N7 在老旧的街道中如何躲避行人和逆行的车辆的，完美通过。前面车打着左转，看他怎么办啊！哇，很果断的加速通过。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刚才的视频里，城市领航除了已经开通的深圳，还看到了上海和北京的镜头。没错，我们在进行大量的泛化测试。腾势 N7 C9 GT 将在今年的年底释放无图城市领航，全国都能开，有路就能开。谢谢，这也是大家期盼的。除了行业领先的行车功能，我们在泊车领域持续的深耕，因为泊车是没有任何驾驶乐趣，但又不得不做的动作。我们希望给用户解决这一烦恼。为此，我们在上海搭建了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多的泊车专用场地，把47类的典型场景搬回了家，这才是将泊车做到极致的硬道理。当前，我们的自动泊车功能已经覆盖了超过300多种泊车场景，真正做到有位就能泊。今年，有媒体对我们的泊车能力也进行了测评，一起回顾一下 N7 的全方位的表现吧。
狭窄车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最高频的场景之一了，也是考验自动泊车的一个最基础的测试。这一侧的车是贴着线停的，而另一侧它基本已经是压线的状态了。道具车前后进行了一个侵占，所以它的车位会变得窄一点。其次就是车位的右侧也增加了一个立柱。腾势 N7 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健，识别早，泊入稳，整个泊入动作可以用波澜不惊来形容，是最让人放心的一位选手。这个项目的难点就在于逆向，这车辆的行进方向跟最终车辆停放的朝向，它是成钝角的一个关系，所以倒车入库会更难。行车速度依旧保持稳健的风格，并且整个泊入轨迹都有实时渲染显示，整体突出一个让人安心。我相信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开着开着好不容易找到了车位，却发现到了断头路的位置。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顺着这个行车的前进方向开到断头路的位置。作为本次测试最难的场景，断头路泊车的测试结果让我们直呼意外。腾势 N7 进入断头区域后，识别很早，整个掉头动作把断头路空间压榨得非常极限。我们坐在车内也是狠狠捏了一把汗。好在座舱内有精准的泊车距离报警，并用语音提醒司机，还提前把掉头轨迹 SR 给规划出来了，让乘客做到心中有数，因此泊车过程让人足够放心。另外，腾势 N7 整个泊入动作体感极为顺滑，也是唯一一个能完全通过这个场景测试的选手，泊车用时和油库次数最为平均。除了常规的泊车场景，老司机也犯难的窄车位，哪怕是单边只有30厘米的，我们也能轻松的泊入。视频中展示的就是最新的成果。此外，年初比亚迪还首创了代客泊车，下车后锁车就能自动泊入，中途暂停取物也没有问题，那是又省时间又潇洒。另外 ，AEB 作为智驾至关重要的安全能力，我们同样做到行业领先。从各项测试指标结果来看，我们的 AEB 已经率先满足了 CNCAP 2004标准，能够覆盖复杂的路口、轨探头等100多种场景，甚至在120公里时速下，前方静态车辆也可以及时刹停。大家可能不知道，提升 AEB 触发的能力要求更高的是要降低 AEB 的误触发。我们投入大量的精力，降低误触发概率。要适时释放更多的 AEB 触发的场景，像日常开车时，经常会遇到轨探头，司机根本反应不过来。再有高速行驶的时候，如果前方车辆突然变道，很难反应避让前方再出现的突然状况，很容易发生碰撞的事故。我们的工程师也起了非常好的场景名字，叫“消失的前车”。这名字算是我们工科男的最好的文艺了。可是让 AEB 要搞定这个场景刹停，那就没那么文艺了。BS 3.0 我们在不断的进步，除了超出物理学极限的能力，我们未来要都可以搞定。在这里我也不能老杨卖瓜自卖自夸，第三方的测评才更有说服力。我们看看懂车帝对我们是怎么评价的。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我的天，表现未免有一点太过于优异了吧？腾势 N7 已经过来了，带着他的2颗激光雷达向我们过来了。他是不是该有反应了？现在怎么还？哦，腾势 N7 通过了，腾势 N7 通过了。这回可以说是缓缓驶来了，然后有减速吗？有减速，有减速，有减速。距离很远就完成了制动。N7过来了，车速没有什么变化，它有减速吗？有减速，有减速，进行了减速，对，进行了减速。哦，还挺极限的一个刹停。
好，腾势 N 7，有没有减速？有没有减速？来了，腾势 N 7 80公里每小时。哇，有！哇，可以。第一个通过80的，哇！在测试的全部35台车中，方程猫豹5、腾势 N 7、仰望 U8通过了测试。东侧决胜4席中 ，U8 N 7脱颖而出，比亚迪军团独占了2席。下侧呢也同样的优秀，倒车的右同穿行，全部的35款车型中只有6款车测试通过，比亚迪独占3席。通过以上的媒体测评，腾势 N 7的智驾表现已然进入了行业的第一梯队。腾势 Z9 GT 将搭载与腾势 N 7相同的硬件方案，全车标配33个智驾传感器，包括2颗激光雷达、5颗毫米波雷达、12颗超声波雷达、14个高清摄影头，能够很好的探测环境。当前 N 7智驾表现的所有功能将会平移到 Z9 GT 上去。当下，比亚迪人对智驾的思考其实远不止于此。这种对标行业的 BAS 3.0 能力，我们认为它再提高，也只是在无限的接近人类的驾驶。还有一点我们思考，不论是 BEV、Transformer 还是 OCC 端到端，大多是跟随国外定义的技术路线。中国的车企还要继续跟随吗？我们认为，当然不。比亚迪从来都是行业的定义者，在电动化的时代，我们是定义者；在智能化的时代，我们一样有能力成为行业的定义者。王总高瞻远瞩，行业首次提出电动化是上半场，智能化是下半场，为比亚迪的智能化指明了方向。经过我们的思考和洞察，当前的行业普遍采用的智驾方案缺乏对整车能力的挖掘。其上限只能是接近人类的驾驶水平，是狭义的智驾系统。以玄机架构为纽带，深挖电动化与智能化的融合潜力，可以全面的超越的人类驾驶极限，应该定义为广义的智能驾驶。我们要打造更高层级的广义智能驾驶，这才是人类开发智能辅助驾驶的意义所在。为此，比亚迪带来了超越行业的智驾系统 BAS 3.0加，请看大屏幕。在3.0的基础上，传感器要增加整车近100种传感信号，同时呢，感知的主干网增加了整车感知网，突破了视野的边界。规控网除了有类人类安全网，还增加了超人类安全网。执行环节，传统的传感器以外，增加了比亚迪独有的3电机、4电机、云联等颠覆性的技术。智驾控制模型打破了传统执行器的限制，可以实现超人类的智驾安全控制。接下来，我将和大家分享 BAS 3.0加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超人类安全能力。首先，基于我们独有的整车感知网，可以实现厘米级的路面感知。行业普遍通过环境感知来控制车辆，但实际上，智驾不仅和外在的环境信息有相关性，也和自车的状态密不可分。我们将自感和外感相结合，通过视觉和轮速、电机旋面等一系列的传感器，精准地感知路面的信息，如车道线、前方的坑洼、减速带、积水乃至各种各样的地形，为提高运动性能提供了输入。凭借电机毫米级的调整能力，任何场景都可以做到精准的安全响应。比如比亚迪独创的高速爆胎稳定控制，就是路面感知与车辆自感结合的最好的体现。就算车速高达140小时每公里，也能够快速识别车轮的状态，通过横纵垂3项的控制，保障整车在突然爆胎的情况下不失稳，平稳降速，安全的驶离。接下来通过一段视频，我们了解一下。
除了爆胎场景，我们还有泊车场景，其实也能找到 BAS 360+的发挥空间。如狭小的车房车位，可精准地规划路径，通过全球首创的E3方泊车，实现精准快速的旋入入库，羡煞旁人。下面我们了解一下泊车是怎么解决的。是不是看着很神奇？超人类安全的功能到此为止了吗？当然不是。如高速连环追尾、消失的前车这些场景，我们该怎么办呢？ BAS 将会如何应对呢？今天带来了彩蛋，请看大屏幕。下雨天湿滑的路面的无人迷路，是不是让人非常的震撼？当然，这个测试啊，我们不是为了炫技的。虽然E3方有人迷路的测试成绩做到了全球第一，但如果不是专业的赛车手驾驶，普通人无法完成这个成绩。我们做无人迷路，就是希望能够用整车智能，不依赖于驾驶员的驾驶水平。 通过 BAS 3.0+的辅助来完成避障，规避风险。未来这些功能将适时释放，敬请期待。驾驭未来，安全相伴。E3方的智电融合整车智能架构，以安全为设计理念，让车辆成为一个更安心、更舒适的出行伙伴。下面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智驾功能交付时间表了。高坏领航。 自动泊车、AB 等功能量产即交付。全国无图城市领航、代客泊车、高速爆胎稳定控制将在今年年底前实现。E3方泊车、极致迷路等的更多颠覆性的功能将在25年的上半年陆续 OTA， 大家敬请等待。E3方是比亚迪在 智和电融合加持下，打响向整车运动性能冲锋的第一枪，未来会更加精彩不断。E3方的开发始于2020年，在这场为期5年的持久战中，我们投入了超过50亿的研发经费，并累计测试超230万公里，将可靠的E3方推向了市场的今天。我为参与我们E3方开发的6000名工程师代言。 E3方值得等待，值得期待。E3方既是整车性能的E3方既是整车运动性能的王者，更是广义智驾的先行者。E3方为挑战极致运动性能而来，为挑战极致安全而来。智电飘逸，3方加持，谢谢大家。
感谢杨总的精彩分享。E3方作为全球豪华汽车品牌的技术标杆，将首搭腾势 Z9 GT， 超越想象的 D 级旗舰 GT， 让优雅豪华之势从此触手可及。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腾势汽车首席共创官赵长江先生，为我们分享世界级旗舰 GT 腾势 Z9 GT。有请赵总。尊敬的王总、各位领导、用户朋友还有媒体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赵长江。刚才看了我们的技术，大家觉得牛不牛？我可以说是全球最好卖车的销售了，因为我们技术太强了，是吗？所以呢，刚才呢，我相信大家听到了王总、连总还有我们杨总的分享后，能够感受到我们在打造世界级豪华品牌的初心、决心和恒心。我相信科技是引领豪华的第一驱动力。那么经过14年的发展，腾势品牌一直致力于打造智慧、安全、新豪华的汽车品牌，将比亚迪的科技豪华和奔驰的传统豪华完美的融合。我们已经也拥有了先进的豪华车的制造体系。如今呢，更多的用户朋友们呢，对智能科技和豪华舒适有了双重的需求。腾势汽车在科技上的追求和领先，也让我们更有底气重新定义属于新能源时代的豪华。腾势品牌换新2年多，进入了产品密集的推出、渠道快速的扩张、市场规模快速增长的新阶段，累计用户迅速的突破20万家，品牌的不断成长是对用户认可最好的回报。所以感谢所有用户朋友们的支持和信赖，谢谢你们。我们的旗舰车型腾势 D9 以一山一家的全能实力领跑豪华 MPV 市场，均价42万元，连续2年成为 MPV 全市场销量保值率双第一的王者。智能豪华超舒适 SUV 腾势 N7 在最近的懂车帝的下册中，也是唯一的一款通过了雨天的黑夜遇故障车80公里的 AEB 和倒车右额预警的2项测试的车型，自驾第一梯队实至名归。那么腾势汽车源于世界，立足中国，面向全球。正如刚才王总给我们提到了，腾势肩负着代表中国汽车高质量走向全球的使命。这就是王总的战略的魅力。如今我们拥有了充足的底气和自信，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去打造中国乃至世界的豪华品牌。今年开始，腾势已经在全球各地开始销售，即将开拓欧洲的市场，为更多的用户提供新豪华的体验，致力于成为新能源豪华时代全球的新的标杆。那么今天呢，迎来了我们的 Z 系列的全新的旗舰轿车 Z9 GT， 我们正式的成为了全球首个覆盖全品类的新能源豪华汽车品牌。有朋友们问我们，为什么要推出一款旗舰的 GT 车？因为我们发现很多豪华品牌都有一款 GT 的代表作。GT 是超越了汽车的极限，它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对卓越的性能和优雅设计的不懈追求。所以腾势要做新能源时代 GT 车的开创者，我们要领天下之大事，不无人之所及。所以 Z9 GT 将会改写豪华 GT 的历史，在新能源时代，豪华要用优雅、仪式感和科技去诠释。所以 Z9 GT 不仅要其以优雅外观和豪华内饰震撼人心，更凭借E3方的技术，让机械的素质和智能的科技全面的提升。从此 GT 开始新能源，即将开创新能源 GT 汽车的新的时代。我们打开新潮流的 GT， 始于颜值，忠于颜值。
Z9 GT 是以全球标准打造的一款全球车，低久大气的 PiMotion 的设计理念已经深入人心。Z9 GT 以优雅的设计理念 Elegance in Motion 也将引领我们新的潮流，既还原了经典 GT 的优雅，也进行了现代新能源的诠释。整车重心向后移，车身的线条流畅优雅，结合 CTP 的技术，实现了宽敞空间和低趴外观的完美结合。可以说 ，Z9 GT 就是全球最优雅的豪华旗舰 GT。Z9 GT 在外观上面，我们融合了优雅与 GT 的精神，特有的双尾翼的设计，不仅增强了空气动力学的效率，更彰显了 GT 的动感和仪式感。将经典 GT 的风范进行了全新的尝试。除了外观设计上面展现 GT 的精神，独特的色彩设计诠释了它与众不同的 GT 的灵魂。我们精选了冬日青、皓月米、月华银还有星耀黑4款经典的配色，采用特殊的纳米级的色浆与珠光铝粉搭配2K 纳米陶瓷的清漆，让每一次目光的停留都成为对经典的致敬。腾势 Z9 GT 以创新的整车的架构，经典之上再造经典，优雅豪华不仅呢要体现在外观上面，也要在内饰上面内外兼修。所以 Z9 GT 双环抱式的座舱呢，致力于去打造我们营造新豪华的驾乘体验。所以呢，它要打造最有仪式感的奢华空间。首先，在内饰颜色的选择上面，我们有紫雾加佩尔格米的配色，我们体现了古典美学的优雅劲奢。另外，暗黑和布拉格红彰显浪漫与热情，两种风格可劲奢可张扬。那么仪式感是豪华体验的精髓 ，Z9 GT 也从不缺乏这种仪式感。每一次上车，我们蒂瓦雷扬声塔自动的升起，配合音乐带来了沉浸感，宛如亲临巴黎歌剧院。当然，豪华车的体验还需要有宽适的空间来承载。首搭的双 C2B 的架构，让腾势 Z9 GT 拥有媲美奔驰 S 级的超大的空间。想象一下，一家3口坐在后排拍全家福，或者接待2位商务的伙伴，空间也非常的富裕。另外呢，它首搭了这个副驾零重力服务感的座椅，一键开启即让你的另一半即刻享受愉悦的乘坐体验。那么我们在 Z9 GT 的座舱内，我们也重新定义了新豪华的体验。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首创就是全球首搭的前后排压缩机的智能冷暖冰箱，从-6度到50度，多种模式可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家3口出游，爸爸妈妈各来一杯冰美式，孩子在后排喝的热牛奶，这就是首创前后双冰箱的意义所在。那么对于一辆 GT 车来讲呢，除了颜值、豪华的空间、仪式感之外，驾驶的舒适、通过性也至关重要。其全息智能律动座椅和创新的主动侧翼支撑的技术，确保了驾驶的舒适和优雅。搭载了云辇 A， 让 Z9 GT 在155毫米的高通过性与105毫米的低趴跑车的姿态间自由的切换，实现了舒适与通过性的兼得。那么道路我们可以选择赛道或者山路，都可以行使驾驶的质感。那么 Z9 GT 呢，这种质感我觉得必将引领极致驾驶超舒适的新时代。那么驾驶激情也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针对个性的用户，我们设计了一款独有的运动方向盘，这个是不是很 OK 啊？当然了，后期大家可在腾势 Life 商城选购。这就是腾势 Z9 GT 为您打造的兼顾
驾驶舒适与奢享的超百万级豪华座舱的体验。换句话说啊，就是这样一款车能够实现男女用户都满意、个人驾驶和家庭出行都满足的超凡的驾乘体验。当然，我们除了驾享合一的豪华体验之外，刚刚杨总给大家分享的全球首创的E3方的技术，它是基于用户行车和泊车体验中的很多的痛点，正在打破一个个汽车工业的世界纪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城区 C9 GT 极致的转弯的功能，大家有看到啊？转弯半径全球新标杆，比帕拉梅拉还小了1米以上，5.2米的车长，比小型车还要灵活。那么作为城市的代步车也非常好用，一把过弯既安全又优雅。在户外，E3方能释放出近1000匹的马力，超越12缸，100公里加速3秒级。同时呢，还具备了高速下的卓越的性能啊，包括它的灵活性，麋鹿测试已经是新的世界纪录。好，当我们把场景转化到城市的胡同巷子，或是极窄的道路的会车的避让 ，C9 GT 凭借其全球最大的15度智能楔形的技术，这些场景都可以横着走。当然，作为一款 GT 的车型，我们可城市、可户外、可巷子，还要跑远方。C9 GT 是全球跑得最远的旗舰 GT，E3方插混版纯电的续航加上我们的混动的续航，综合的里程达到了1100公里。当然，纯电的4驱版本续航里程也达到了630公里，肆意去追寻诗和远方。连总刚刚也讲到，就是我们要造全球最安全的汽车。C9 GT 创造了3项非常重要的世界级的纪录，我们也把它标准的给大家再分享一遍。就是第一是制动距离，当然32.6米是个什么样的数据呢？我可以跟大家汇报，就是比豪华的这样100万级的车的制动距离还要短5米以上，成为旗舰轿车新的标杆。第二个就是呢，我们的高速爆胎的稳定的控制。其实爆胎导致这个事故的发生率已经高达70%以上。那么我们把120公里提升到了140公里，其实这样的一个能力，更是体现出我们汽车安全的又一个新的高度。第3个标杆呢，是全球首创的低幅路面的增稳。大家可以看到，雪地、雨地的打滑其实是非常的危险的。那它这个大幅的提高了车辆的稳定性，解决了北方用户的行车的问题，也突破了100万豪车解决不了的这样一个难题，行业领先。大家要不要为我们伟大的工程师和伟大的战略鼓个掌好吗？非常感谢他们。当然，除了以上的安全的这样的一些特点之外呢，我想我们的自驾能力也是非常的强。刚才杨总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不管是在驾乘，还是我们在泊车，以及E3方的这种泊车的技术，新手不用学倒车，再难的停车位也可以轻松的停，它突破了泊车的物理极限。那么还有一个要分享的就是我们在车身的安全方面，包括信息的安全、环境的安全，我们在这些方面呢都做到了行业多项的领先。我们组成了一个全纬度的金字塔整车安全的架构。我们相信，安全就是最大的豪华。C9 GT 全球首搭E3方 D 级智能豪华旗舰 GT， 融合了极致性能的科技与优雅之势，突破时代的想象，在传统豪华之上创造全新的科技豪华。它必将引领新能源豪华 GT 的新势能。更多的产品信息呢，大家可以看接下来的内容给大家揭晓。当然还有一个大家很期待，其实大家已经知道了，就是我们E3方是标配的，标配。当然呢，我们除了E3方标配之外，我们还有100多项全球领先及同级独有的功能，这就是腾势 C9 GT 的极致魅力。此刻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C9 GT 是我们 Z 系列中的其中一款，还有一款3厢的车型
叫 Z9。此前呢，很多谍照已经在网上面传播，大家讨论的热度也非常的高。那今天，我们就把它请上舞台，好吗？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优雅？腾势 Z9 GT 轿车也将搭载E3方的技术，无论商务通勤还是家庭的主力车 ，Z9 都能以其卓越的性能和无与伦比的舒适度、豪华感满足您的要求。今天呢，它将与 Z9 GT 同步开启国内的预售。好了，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其实这个价格呢，是王总的战略的支持。我作为一个销售呢，有了这么好的车，又拥有待会那么好的价格，其实就不需要我来给大家推销了，大家就会自动的买这台车了。好，我现在宣布 Z9 GT 和 Z9 国内预售价格为33.98万元到41.98万元。这里要感谢一下王总，感谢一下我们技术的团队，还有我们何总、周总对我们的支持，谢谢他们好吗？腾势就是要让豪华 GT 和豪华轿车从此从技术上、体验上领先传统的豪华车，并且价格一步到位。谢谢。另外呢，我们也带来诚意满满的预售的政策啊，大家这会就可以下单了啊，这会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 ，Z9 GT 将在9月初开启全国的试驾，9月下旬正式的上市，上市即交付。Z9 预计4季度上市即交付。这就是全球首搭E3方的腾势 Z9 GT 和 Z9 双旗舰。将重塑豪华车的市场格局，E3方智链全开，谢谢。感谢赵总的精彩分享，很荣幸与。